嗨，来到台中啦。那我们这一间住的呢是这个诚心青年旅馆，然后在这个青美城边的楼上，然后非常喜欢，是 IG 上面很多朋友们推荐的。然后进来之后真的是很喜欢，给你开箱一下。如果你没住过的话，你可以来住一下。如果来台中玩的话，很方便的一个地点。好，这边呢一进门就会是这个厕所，然后左手边就是很大片的这个镜子。然后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哇，这个太扯了，就会看到高楼的这个景，然后整个外面的这个风景其实非常舒服的，然后阳光又照进来，其实很舒服。但有个缺点就是呢，它这个阳台其实是不开放出去的可能有一些原因吧。然后这边有个小书桌，所以我在那边开会或者说做教学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在那边工作，也可以在那边。如果说需要会议等等的，需要安静的空间的话，好，这个双人床我一个人睡。然后这边有电视，然后这是窗外的风景，非常漂亮。台中天气真的是很好。现在呢，要来这个今天实验室里面咨询大会。方案介绍的那个网站。个人方案介绍的网站，你是说订阅制吗？对。是吗？你会的话的事，这样太那个。AC， 这个我做不下去。这样太那个。开始往那种BL对啊，感觉那个市场跟市场大。你 Podcast 访，你觉得最难访的是哪一个？不要说人啊，最难访的是哪一种状态？哪一种状态？对啊，哪一种人觉得超难访？就是其实蛮多的啦。我其实是这样，我在访 podcast 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剪辑师讲，就我自己会去审一遍，就是他剪完我会审一遍。然后审的时候我都会问他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讲太多？对，就是因为毕竟你访谈类型就是你要让来宾是主角，对，但有时候主角不讲话，你没办法。会有这种情况？我觉得你要他分享，他讲不出个所以然。那这不是在约之前应该就会，但是你会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可能打字是很 OK 的。啊，但讲话起来口条 maybe 没那么好，也不是说最迟那一种，只是说在他讲的时候，他一时间想不出来，没有料没问题。好，是有料的人，但是他不会输出。对，就说话的，就纯说话的方面说不太好，不然就是要么就是真没料。我靠！你觉得真没料的人，他讲话会有哪一种特点？如果最外显的证据，其实就是他的个人品牌经营的真没料。你说他的 IG 或者说他的频道是任何的，因为像不一定是粉丝数，因为像我看 J， 我看你的直播，我看你的 YouTube， 对，你的那个直播的那个次数并不是大家说的有几万人什么东西的那种，但是我听完我是知道是很有料，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指标，因为你为了要输出，你必须要证明自己，去让人家对你产生信任。所以你输出的内容最直接了，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料，因为你通常都是绞尽脑汁在想那些东西，对，你不会是随便做。那如果你随便做的话，别人也看得出来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你就会直接觉得他没料，因为他都要随便做这件事情，他哪来的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啦，我老实说，我找来宾的时候，虽然说粉丝人数是次要，就我还是会看，有的话是一个加分。真的没有的话，如果说他200-300分、300-400分，我就会看他发什么东西。那你访呢？你不是也会访一些直播的，对吧？我说标准，对吧？怎么筛选标准？标准第一个是有结果，所以我会看 proof。对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有料，但不好访，也是表述能力的问题。是对，然后我发现他们在表述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现象是这样，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他会讲道理比讲他的细节多。就举例说，就是我觉得我会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选择比努力重要，就类似在讲这种话。那这种东西其实我不太喜欢听，我会比较喜欢说，那你做了什么选择？你跟我很像，对，就跟我挖的，对，我想去挖，就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对，因为我觉得那才是观众想听的。你想要知道他的地图是什么？对，做了哪一步，然后用什么工具？对，然后有没有测试，有没有失败的过程？可是我想这个点是因为
其实像说我为什么会认识 Hormozy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先听他讲比较心态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会不会这些人就是他有结果的人，但他上去节目讲心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想要最大化的触及在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听，因为他如果讲很策略面的东西，会不会就只有很 niche 的人可以听到他的内容？那他很 niche 的人会不会是在他自己的频道？他讲的也没错，但是我通常会希望两种都打得出来。就你心态对了，然后我在挖的时候，你讲得出具体，我就会相信你说的心态。对，但是有一些人只讲心态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我其实是没有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做主持人会希望可以带给听众一些东西，说干货。对，希望他们可以拿去用，对，然后他们才会觉得这个节目是对他们有帮助。对，是怕就最好是两个都有。然后另一种角度是，那这一个人他到底大家认不认识？因为我打个比方，假设我出来就一直跟大家讲心态，他根本不知道Jay到底是谁，所以我一定要用一个先比较落地的对你有关的，你就是什么东西对对直接有帮助性的东西，你要先透过这个东西先来认识，我到底是可能有没有料，我可不可以帮助到你？是，然后我再来去回推，举例说，如果知名度够大，我们再来讲心态嘛，对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他有没有名这件事情的关联性，是，对啊，因为如果那个人有名，你知道他是谁，或者说你觉得他好像蛮有名的，对，蛮有来头，你就开始会听他讲话，对。但是如果是一般，假如说我们还不认识，我这个路人，然后 Jay 第一次看到我的账号，如果我一直在讲心态，然后又没有任何的成绩或是证据的话，你会想到干又一个在那边干，会有这种感觉，会有这到底是谁啊？对，一直在跟我讲选择比努力重要，就我也知道啊，屌啊，就类似这种感觉啊。那时候我就想说是这样弄啊，然后就我就想选，没事。